How's it going? This is Kai Chan. 今天要做的是镜头的评测。评测镜头是富士82.8 Macro， 也就是富士最新推出的一款微距镜头。它应该是富士第一款有防抖的定焦镜头。推出之后我就马上去买了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一款是我用过最 sharp、最锐利的富士镜头之一。另外一款是我现在在录影的这个镜头是24.1.4。预告一下，在视频的最后方有一个我剪辑的小短片，那它是我在香港用24小时单单只用这个镜头去拍摄的一些画面。要先说一下，这个视频不是一个很详细的镜头评测，它是我这段时间用了它之后有一些个人感受和有一些经历，那想把这些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镜头的外观。首先你会看到 XF82.8 RLMOISWR Macro。它意思就是焦距是80，光圈2.8，它有防抖，有全天候机身，是一个微距镜头。那它的高度是13厘米，直径18厘米。它和我另外一个用过的佳能镜头很像，它就是佳能的 102.8L， 也是一个微距镜头。那它的大小和这个都相当。那我一开始拿上手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另外它的重量是750克，它的焦距在全画幅里面是等同于122mm 的焦距，最近的对焦距离是25厘米。机身方面是用全金属的框架，和50-142.8那个镜头一样，很稳重的感觉。机身上面有2个环，一个是光圈环，可以直接去调我们的光圈大小。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用富士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右手在调识别的设置的同时，左手就可以立马去操作这个光圈的设置，加上光圈环上面有一定的阻力，不会误调到。另外一个圈就是一个对焦圈，在微距摄影上面，其实很多时候都要用手动去对焦的，所以这个很大范围的这个圈非常有用。按钮方面也有2个按钮，那其中一个是调节焦段的，上面有3个焦段，有负0.5到无线和微距里面的0.25到0.5米。另外一个按钮是防抖开关，你可以听到，当我去摇这个镜头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有些部件在里面扭得不够紧，就是松松的声音。但是当你把这个镜头放在相机上面，把电源打开之后，这个声音就会没有了。那这个声音应该就是它防抖的部件，应该是用一些磁力方面的东西去稳定着这个镜头。配件方面，这个镜头是包含一个遮光罩的，装上之后其实体积大了很多。其实我平常都没有用这个遮光罩的，顶多就是放在相机包里面的时候就把它扭上，做一个保护的作用。这个微距镜头的放大率是1:1。其实有很多相机厂商，他们把自己有一些可以拍得比较近一点的镜头也标上 macro， 但是行内公认的，你的镜头要达到1:1放大率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微距镜头。它意思就是我在最近的对焦距离，我拍摄事物的大小会以一样的比例在我传感器上面记录下来，起码你要1:1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微距镜头。这个镜头除了适合微距以外，还适合拍实物、人像。那风景的话，如果你想拍，其实也是可以拍的。那以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吧。那说了这么多好的东西哦，那我来说一下这个镜头可能不太符合我的东西吧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 bokeh， 应该是叫光斑吧，它的光斑是椭圆形的。我自己呢更喜好的是一个六角形或者是圆形的光斑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效光圈的问题。这是微距镜头嘛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最近的对焦距离去拍摄，但在这么近的距离的时候，有比较少的灯光会进来镜头里面。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恒定2.8的镜头，但是实际上在最近的距离拍摄的时候，它的光等同于 f4 的时候的光，所以解决方式就是你在最近的距离拍的时候，要么你就把你的光圈调到 f4， 这样就可以有正确的曝光，要么就是加1档曝光补偿。除了以上2点，我就没有其他 complaint 了。Bottom line 就是，如果你喜欢微距摄影，或者你想要一个很 sharp 的一个镜头，那
可以选择这个不会错的。那么前面我提到我拍摄了一个小视频，这个视频呢我就全程用了这个 lens 去拍摄的，然后也没有加稳定器，全程都是手持的，所以可以给大家看到一个最真实的视频的表现。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留言，我会尽量解答大家的问题。下一集是一个教学，我会教大家如何拍摄星空和银河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